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odex 的教程。我们先来讲一下 Codex 可以做什么。例如，我们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以给我写一个网页的像素风格的对打游戏，它就会马上给我们写一个出来。写出来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可以左右控制、上下跳，还可以放技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提示词非常的简单，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编程基础。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除了这种小型项目，我们还可以做这种很大型的项目。我前段时间发过这个无线画布的这个项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首先是我们这个画布项目，它都是通过 Codex 去编程出来的。这个无线画布也非常的强大，它是可以调用各种 API 去生成图片、生成视频，还可以调用各种的生图模型，例如 Nano Banana 或者是 GPT， 还有大语言模型，还有各种视频模型，像 Cdance 啊、可伶啊都可以。还可以调用本地的 Conf UI 导入一些工作流，或者是 Running Hub 的工作流都可以导入进来。总体功能非常的强大。还有我们的素材库管理功能，我们这里有智能分类，还可以导入网页采集的一些素材，还可以反推提示词之类的。这个 AI 自动分类也是非常的好用，例如我们现在选择动物，它就会把所有带动物的都筛选出来，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的无线画布不只是可以在这个画布里面去调用这些模型，我们这个项目大部分就是靠 Codex 去做出来的，所以这一次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 Codex 的教程。毫不夸张的说，现在还不会 Codex 的话，就跟大家还不会使用 GPT 去问问题一样的，这个是以后必备的技能之一。我还使用 Codex 写了一个 PS 的插件，我们可以直接连接到这个画布程序。例如我们现在可以直接下载图片，也可以调用 API 去生成新的图片。例如现在我们生成一只猫的图片，可以看到马上就能生成成功，速度非常的快。我们还可以调用 Agent 的功能，我们可以跟它聊天。例如我们现在想要翻译一个什么文案，例如这个无线画布的英文是什么，现在就已经回答出来了。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 Agent 去生成一些东西，例如直接生成一只猫，它就会给我们生成一只猫。之后我们想把比例改成16:9，我们直接就说改成16:9，它就会直接给我们改好。我想把这个猫换成一个狗，就可以看到这个就已经修改好了。总体的使用非常的方便。我用 Codex 写了一个图像、视频和文字的抓取工具，已经上架到了 Chrome， 大家可以去下载试一下。例如我们现在点击扫描，它就可以把这些图片都扫描下来，然后我们选中之后就可以下载在本地，或者导入到我们的资产库。导入到资产库之后，它就会自动去分类，我们就可以在资产库这里面详细的去看到这些采集到的一些图片。这图像采集的能力非常的强，可以看到这个采集到的分辨率非常的高。视频方面也可以采集到很多的这些高清的素材。我们看，今天我们来到了印度的第一大，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版权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拿来干坏事，就是日常工作、交流、学习使用。除了图像、视频，我们还可以抓取文字。我们现在选择文字之后，点击扫描，就可以把这些文字都扫描出来。例如我们现在选择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文字，然后点击预览，就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就已经抓取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点击复制文字，或者是导出成 JSON， 都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在做一些数据分析的时候，使用这种去抓取，然后分析一些产品是非常好用的。另外就是一些文章，我们觉得有一些文章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很多网站它不允许你复制，就可以看到它拦截了我们的复制。我们同样的是可以使用这个文字抓取，然后我们预览就可以直接复制下来，非常的方便。这个插件我上架到了 Chrome 上面，大家可以去下载。PS 的这个插件我也写好了，放在网盘里面的，后面我会教大家怎么去部署和使用。现在我们讲一下 Codex 跟我们直接使用网页像 GPT 或者 DeepSeek 这种区别是什么。首先我们如果使用网页进行编程的话，它一来是用的模型会比较笨，比如说它默认的是 Flash 的模型，智商就非常低，是美国豆包嘛，然后交流也比较费劲。我输入同样的提示词之后，它就开始有点呆住了，然后我就要反复的去纠正它，跟它说要生成这个 HTML， 然后它就生成好了。生成好之后，我们是需要自己去在文件夹里面建一个这个文件。例如我们现在建一个记事本的文件，然后再把这个代码粘进来，
粘进来了之后，我们再去改它的后缀，之后我们打开是这种效果，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差。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 Codex 的，可以明显的看到 Codex 这种明显的要好很多很多我们可以打开再看一下，效果要好了很多。所以 Codex 智商高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它是会自己去建这个文件，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它需要建什么文件，需要读取什么文件，它都会自己去操作，所以完全不需要我们手动的去倒腾那种古法编程。像例如现在这个 HTML、CSS 跟 JS 都是合并在一起的，就可以跟他说把 CSS 跟 JS 给它分出来，这样我们制作网页的话相对比较规范一点。如果 CSS 跟 JS 都放在这个 HTML 里面，就会导致特别大，而且后期不好管理，所以一般我们就是要给它分离出来，它就会自动开始索引，然后去找这些 CSS 跟 JS。 可以看到它现在就已经拆分好了，我们看一下文件结构，确实是把 JS 跟 CSS 拆出来了。我们再看一下页面拆分有没有出现报错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好的就拆分好了。我们讲一下怎么安装和操作 Codex。 首先我们是进入官网，你可以使用谷歌搜索 Codex， 然后进到这个官网去下载。我到时候也会在网盘里面放一个，如果大家去搜索一定要谷歌搜索，不要使用国内的搜索引擎，这个懂的都懂。我们下载了这个之后，我们就直接安装。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安装是走的 Windows 的商店，所以我们在打开这个全过程都不要使用科技网络，分开所有的科技网络之后，使用应用商店就可以安装好。如果是苹果电脑的话就比较方便，你就直接下载 Mac 版本的，不需要进应用商店安装，直接就能装上，非常的方便。我们安装好了之后，我们就会卡在一个登录的页面，这个登录不是很友好，需要验证手机号，必须要国外的才能验证得了，所以我们不推荐你直接登录。我们就看一下画布程序里面的这个推荐平台，有一个这个 FHL 的这个，然后我们获取一下 key 之后，我们就可以建一个这个分组，这个分组还是挺便宜的，比如说你可以建一个 Pro 版本的和这个 Plus 版本的都可以。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配置教程，我们现在安装的是 Codex APP， 所以我们就点到这个 Codex APP 里面。这个配置也是非常的简单，如果你是 Windows 的话，你就直接进入到 C 盘用户里面，找到你自己的名字之后，在这里就有一个点 Codex， 必须要把后台的 Codex 退掉，要关闭掉才行，要不然它的文件是锁定住的，你没办法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没有显示出来点 Codex， 你就需要点击查看，然后显示，打开隐藏的文件。如果你是 Mac 用户的话，你是需要按住 Command-Shift 加点儿。我们进入到这个文件夹之后，我们就可以复制这个名字，然后在这里新建一个文本，把这个文本名字改成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右键打开方式，用记事本打开，然后我们复制这个代码粘贴过来，这里的 key 就填我们刚才设置的 Pro 或者是 Plus 的一个 key 就可以了。之后我们点击保存，下面这个也是同样的，我们复制这个文件，然后我们新建一个记事本，粘贴这个名字，之后使用记事本打开这个，然后复制这个配置，粘贴进来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之后我们打开 Codex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页面了。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做新的项目也非常简单。例如我们现在想新建一个项目，我们就可以打开文件夹，例如我们打开桌面的这个测试的这个文件夹，就可以看到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在这项目这里就可以跟它对话。现在我们打开了这个测试的这个文件夹之后，例如我们现在让它写一个无线画布的网页，它就会开始慢慢的去写。使用 API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使用账号登录的话，你是全程都需要有一些科学网络在线才能用。但是我们如果使用 API 的话，我们是可以网络直连的。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提示词工程要怎么去写。例如我们现在是说的一个很宽泛的一个东西，就是只给我写一个无线画布的网页，它没有任何的功能约束，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些风格要求，所以它大概率写出来不会很好看。讲一下我是怎么去做的。如果直接让它给你写一个网页的话，它大概率写出来就是这种只有功能的网页，完全没有任何的审美价值。
守旧派看了都觉得太守旧了。我们现在就可以跟他说，我们想要设计一个网站，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定义一些，例如科技感啊、毛玻璃啊、卡片啊之类的东西而且要艺术感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现在生成的效果，可以看到这个生成的效果还算是可以，但是还是有一点太传统了。例如这种布局还有这种文字啊之类的都非常的传统。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说这个不好看，看起来像很普通的网站，但是我们最好让他备份，不要直接去覆盖修改。所以我们让他把这个文件直接归档，让他自己去建一个文件夹归档起来，然后我们设计一个 V2 版本。我现在让他参考的是达利的艺术概念，达利就比较出名，就是小胡子达利，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这种融化的时钟啊之类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小胡子达利的代表作，就是这种扭曲融化的感觉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这种时钟的感觉。然后他给我做的就是类似于这种非常非常的梦幻，这种网页激进派看了都觉得太激进了。然后我跟他说我们想要做的更简约一点，我就让他只考虑这种纯艺术效果，给我做一个杜尚风格的一个概念网站。然后我们看一下杜尚这个人也是非常有意思，跟达利一样我都是比较喜欢的。他这个拳还有板凳自行车轮，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后现代。然后 GPT 给我生成出来的就是非常这种典型的，包括这个拳的这个概念，还有这个自行车轮这个概念都有。但是它确实太艺术了，不像一个网站。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给它强调一些，例如我们需要科技感，需要毛玻璃，然后要艺术感，要卡片而且我们还需要一个理性的系统。然后我们现在让它参考的是蒙德里安。蒙德里安也是大名鼎鼎的，大家应该都看过他的这些画。他是强调了这种秩序感和平衡的美感，然后加上这些颜色，这些都是包豪斯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些概念，我就非常喜欢这种概念。最后他设计出来的就是这种效果，非常非常的好看，我就非常喜欢这种风格。然后我们就可以保存这个风格用来做我们后面的系统。等一下我会讲一下怎么去拆解这些步骤，然后怎么去让它做计划我们就看一下其他的废稿。第一个就是这个，它是强调运动关系。这个废稿它的核心的概念是，我先有一个点，然后有了点之后，点去运动就会产生一个线，然后点线又构成了这种面的关系。所以它是更强调的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运动的理念。虽然说它的概念实现的还不错，但是这个不太适合我们做网站。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乍一看来说还行，它强调的是一种运动感，所以我们看到它是有很多的动效的，但是其他方面强调的就很弱了。除了运动之外，它就没有更核心的东西了。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蒙德里安这个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它有这种线条的秩序关系，然后也有这种分割的关系，配色方面也是有比例关系的，也是有点线面的这些关系在里面融合的。所以这一套的理念非常非常的好，我是非常喜欢这种理念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画布，虽然说功能很强，但是这些各种的界面都是非常的朴素，太素了一点。你看对比一下这种概念，看起来就降维打击。所以我现在正在重构这个画布的项目，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个概念就做了一个新版的重构。这些功能非常非常的强大，包括数据统计，还有你自己可以去填这些模型的价格，一张多少钱，它就会做这些统计。包括像这些口碑的分析，你可以对每一次生成的这些提示词还有图片进行打分，然后它的分数高，它的排名就会在上面。比如说这个 GPT 5.5， 它的这个评分就比千问的 VL 要好很多。当它生成一个提示词之后，我们可以给反馈，给打分。例如我们现在选的不够商业，可以看到有2次都选了不够商业，所以它就学到了 AI 去使用提示词的时候是需要考虑到这些商业化的一些元素。然后我们还可以进行诊断，它会记录所有的这些报错信息，然后去分析它的一些错误原因。例如像这个它的耗时太长了，说明有可能是超时了，稳定性就比较差，它就建议我们换一些模型。例如像这个它的成功率比较低，而且耗时很高，
它就建议我们把它的评分往下面降，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应用，它就会把这个评分往下面降。包括这个错误排查机制，它报错了之后，它就会跟你说大概是上游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图片请求不规范之类的，都会分析这个原因。下面这里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每一次跑完了之后，在日志里面都会有这个记录，我们就可以手动填入这一次消耗了多少费用，或者是消耗了多少 token。当我们填的足够多的时候，就可以大概预估一下现在的成本是多少，然后我们预计 API 消耗了多少钱，预计消耗了多少 token， 就能进行一个大概的预估。这一次重构的核心是接入 scale， 可以看到我这里是做了很多的 scale， 然后 agent 会去调用，会去读，然后这个模型选择这里我们也可以选择很多，例如价格优先或者是质量优先，然后我们在设定这里就可以做很多，例如现在我们选择只看免费，好，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使用的 model scope 的就是免费的，例如我们看只看收费，这里排名最高的就是 GPT 5.5， 然后图片编辑也是 GPT 的 Image 2评分比较高，然后 VL 看图模型也是 GPT 5.5 比较高。如果你调成自动的话，例如我们现在选择稳定优先，那它就会把成功率最高的这些东西排在前面。如果我们是选择便宜优先的话，这个免费的模型就已经排上来了，付费模型就会被压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就可以在 agent 里面去设置它的一个调用方式，就可以很智能的去调用。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我们想要一个图片，然后生成很多个不同的卖点图，是需要连接很复杂的东西。例如我们先要让大模型给我们输出10个卖点的文字，然后我们使用这提示词，再使用循环节点，然后设置我们要生成3张图或者是几张，之后它才会运行给我们生成不同的卖点图。但是现在我们是直接调用 scale 去做，所以它全部都是由 agent 来完成。例如我们现在做复杂一点，我们直接上传了一个产品图，上传了一个 logo。例如现在我们的需求就比较复杂了，根据这个图片1的扫地机器人生成3个不同的卖点图，并且 logo 要替换成图2的，然后我们点击运行。这里我也做了这个预计时间的一个规划，大概就能看到每一步是需要花多长时间。这个使用的越多，我们的这个计时就会越准。它是根据我们日志生成的平均耗时的这个去做的。好，现在它就给我们了一个确认路线。第一个是它可以直接给我策划3个不同的卖点，第二个是它是先给我生成了卖点，我们先确认好了这个卖点之后，它再去生成。下面这个选项就是它给我先生成1张，我们先看一下效果，或者是我们保持不变直接去编辑。需要说明的是，这几个选项的推荐它全部都是 AI 去识别的，不是我们写入到这个网页里面的，所以我们就选一个方案去执行。这里就有一个预估费用，现在我们调用的是收费的这个模型，所以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这个预估费用。可以看到这里提示词已经输出好了。第一个卖点是突出这个自动充电续航，然后这个构图还有这个背景什么的都已经写好了。第二个卖点是突出低角度的边边角角也可以清洁。第三个是突出这个毛发灰尘都能吸干净，这都是 AI 自动去识别自动去做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可以进行打分，我们打分越多，反馈越多的话，它下一次就会更准一些。例如我们现在打一个3分，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提示词可以更详细一些，然后我们就记录一下，之后它就会记录在我们的日志里面。之后 agent 就会定期去看这些提示词的反馈，到底有一些什么问题。就例如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的反馈是不够商业，所以它每一次都加入了这种电商的提示词。这些都是 agent 的自学习系统，都不是写死的。好，现在已经生成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生成的效果。这里 logo 确实是换成我们图2的 logo， 然后产品的一致性保持得也很好，都实现了我们说的那些功能，吸灰尘和毛发，可以看到这些效果都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原来的这个画布，你是需要自己去思考怎么去连线，然后怎么去设置提示词，每个人生成的提示词还不一样，就导致有一些效果好，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效果生成很差。所以我们这里做了很多的反馈系统，让 agent 持续的去学习和优化这种提示词的方案。
总体的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智能。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偏好设置，因为我们现在的 API 平台非常的多，但是很多 API 平台不稳定，它就会出现很多报错的情况。那当它报错了之后，我们现在就需要去手动的修改这个平台，然后换一家平台使用这个 GPT 的图片。现在我就做了一个分组，就是模型都是这个模型，但是有一些平台的名字叫1、2、3、4、5、6的都有，它们的后缀都非常的多，但是它都属于这个模型，就可以全部把它们分在一个分组里面。然后 Agent 在调用的时候，它就只认模型不认平台。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当第一个平台的 GPT 报错的时候，它就切换第二个 GPT， 然后逐级的去切换，最后切换到一个能用的，完全不需要人工去参与。而且这个提示词非常非常的简单，全程都是他自己去理解。然后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打分，例如我们觉得这个还比较不错，然后我们就打一个这个分，然后提交。当我们生成这个图片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文字是歪的，那我们就可以打一个比较低的分，然后就是文字错误，然后记录一下。这种记录了之后，后期 Agent 也会自动去学习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打分打得越多，后面 Agent 学习的时候就会学习得越准。例如最后这个图，明显的这个扫地机大小太大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打一个比较低的分，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记录一下这个评分的原因是这个产品太大了。后期 Agent 就会学习提示词的这个规则到底怎么样生成会比较好。后期会形成一个自学习系统，非常非常的高级。这个系统我还在持续的去修改，现在的 bug 太多了。后期也会把画布重构一下，把 Agent 接入画布，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里面说话，它就可以自动去操作这些东西。所以这个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后面做好了之后我会做视频发出来的。我们继续回到 Codex， 关于页面的设计风格还有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讲了挺多，我们现在又回归这个 Codex 基本的应用该怎么去做。我们最简单的就是直接跟它说话嘛，然后它就给我们生成。我们现在讲一下另外的功能，例如很多人遇到的，我下载了这个画布之后我不会用，不知道怎么打开，或者是我点击运行服务之后那个页面打开是失败的，又或者是我是 Mac 系统，然后我现在下载了这个项目之后 Mac 系统无法打开，我们都可以直接在文件夹这里选择这个项目文件，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跟他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例如我打开这个网页打不开，或者是我在 Mac 里面无法运行，它全部都会给你解决。所以在运行说明里面一直都在强调大家要去使用 Codex 去解决问题。除了解决报错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功能，例如我们点击斜杠之后它会出来很多这些，我们不是专业程序员的话用的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就可以只用一个计划或者一个目标例如我们现在就问他我们要做无线画布需要些什么方面的内容，他就会开始给我们计划。当我们开了一个窗口之后，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窗口，例如我们现在新开一个项目，然后跟他说给我写一个无线画布的实现方案，并写清楚步骤，然后存储在这个项目里面。这两个是可以同时运行的。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可以同时运行这种文稿类或者是计划类的这种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同时的去修改。同时去修改非常非常容易出现，在这个窗口假如改了1、2、3，然后在这个窗口它改的时候是2、3、4，它们就会出现代码冲突的情况，非常容易把代码整破损。所以我们最好是一个执行一个问问。可以看到我们使用计划模式的时候，它这里就给我们写了很多很多的计划，我们就可以看是不是完美。如果还不错的话，我们就直接跟他说执行这个计划，他就可以直接给我们执行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他现在是在给我们写一个这个计划的 Markdown 的文件。这两个的区别就是这个计划它相当于是一个短期的计划，就是下一步需要做什么这种计划，它就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如果计划做得太长的话，我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例如它执行下一步的时候把我们上一步的按键改没了，然后我们就要在这里跟他说你要把我这个按键给我恢复过来。当他出的问题太多的时候，反复跟他说的时候，他就会忘记之前这个计划，他有可能没有实现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方案，
方案它就直接把这个 Markdown 的文件就给我们写在了这个文件夹里面，然后我们使用记事本打开，然后我们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的计划非常非常的详细。我们可以看到使用这种短期计划的时候，更多的是专注下一步是需要干什么，然后我们需要添加什么。但是我们直接让他写的这种 Markdown 的这种文件，他就会考虑的非常全面。例如我们的目标的边界是什么，然后我们是需要实现一些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还有我们的总体架构是什么。例如我们是需要拆分成 APP， 然后各种的文件，然后各种的网页结构还有工具什么的全部都拆分好了，而且他把每一个板块需要负责的什么东西全部都已经设置好了。这样我们就不会出现那种把什么东西都写在了一堆，到后期想要拆分出来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例如我们的无线画布之前写的时候就是比较偏向于堆功能到后期非常非常难维护。它这种就是把每一个模块给你单独写好了它们负责些什么功能，然后你的整体的架构是什么，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详细。然后这下面就是这些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代码做出来，先把这个结构做出来。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建这个数据管理之类的。第三个就是建历史这种就是比较模块化，后期非常非常好维护。还有另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它现在是把这个计划写在我们的本地文件里面的，所以我们多轮对话的时候，假如说我们现在第一步是要去改这个无线画布里面的这些东西，我们觉得太丑了，然后我们有可能一改了一整天。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使用的这种，你让他去回忆我们当时的这种计划，他是找不到当时我们说了什么东西的。但是我们这种就可以直接跟他说这个项目里面的这个计划文件，然后我们就可以很方便，每一次我们就可以直接问他现在我们的代码实现了方案中的什么进度，他就会开始去分析，然后去核对我们现在的1、2、3步到底实现了一些什么功能。这种就非常方便长期的维护。它现在就已经分析完成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是实现了基础的功能，有这个画布的这个东西，然后也有一些交互工具，然后也有撤销重做之类的，还能导出。但是有很多的功能没有实现，例如这种稳定的数据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文件的结构一定要模块化，然后还有一些命令，比如说后台这些的都不能用，还有未开始的这些东西有非常非常多都没有实现。这种就非常适合做长期的计划，我们可以不断的去修改。假如说我们忘了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就可以直接问他下一步需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大概功能改好没有，这样可以一步一步的去改。例如我们现在说我们的无线画布还需要增加账号管理系统，也需要考虑这种结构。他现在就可以开始考虑他到底需要一些什么东西，会持续的去更新这个计划文档。而且我们还可以跟他说，当我们实现了某一个功能的时候，需要把它标记为已完成。例如我们现在有10个步骤，当第一个步骤完成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把这里标记成已完成。我们在核对我们的系统计划的时候，能看到我们现在的大概进度是什么。这个计划的功能讲的比较久，是因为它确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打开软件就是干，那个样子非常非常容易出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就已经加入了这个账号管理系统，然后他建议只是做第一版，也是需要纳入这个团队管理这个计划里面，并且还要考虑到权限的问题，他考虑的就非常非常的详细。如果我们有临时的想法，我们也可以随时跟他说。我们接下来讲下一个东西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觉得这个初始的这个页面不是很好看，我们就跟他说设计一个概念版的 V2 的网页原型，不需要功能，我们就只看网页的这个风格和布局。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需要给他很多的设计语言，让他给我们设计很多不同风格的这个网页，然后我们去选择。或者我们的产品如果是儿童风格的话，我们就需要跟他描述是需要儿童风格，然后需要一些卡通元素，这可以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方案，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去选。现在已经生成的差不多了， V2 版本已经出现了，然后我们点击看一下效果，这个就是 V2 版本。现在就体现了我们之前说过计划的重要性。
我们之前计划里面说过很详细的，例如有历史记录、有下载，还有人员的权限管理系统，还有无线画布的各种功能全部都有，它考虑的非常非常的全面，而且总体的效果还是比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开始我们就只发了一句话，给我生成一个无线画布，然后这个就是它做的一个无线画布的一个东西，就是非常的简陋，而且缺少很多功能。因为我们 Codex 需要消耗 token 的，我们如果一开始架构就做的像是这种比较好的，那我们后期改就只是说修改一下，哎，这一块元素要不要，那一块元素要不要，代码的修改量就会比较少，相对就比较省钱。如果我们一开始是生成的是这种效果，然后我们再说啊，你给我加这个人员管理系统，它肯定就会找一个地方给你加进去，加进去之后它就会出现各种板块的对齐问题。比如说我想让它居中的时候，它就跑到右边去了，然后你就要反复跟他说，我现在把这个文件放在中间，怎么样，这些都是需要花钱消耗 token 的。所以刚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说这个计划的重要性，就是方便我们后期去升级、去改造，能花更少的钱做更好的东西。我们现在接着说下一步，当我们进行了一些修改，但是我们不太满意的时候，我们就想点击撤销。例如我们想撤销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点击就会发现它没有建这个 Git 的仓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撤销。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去描述，例如我们就说撤回到上一步的操作，我们发出去之后，它就会开始检查我们上一步修改了什么，然后去撤回。使用这种撤回的办法能用，但是不好用。一来是假如说你进行了好几次对话，然后你想撤回到其中的某一个，那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大概率不行。它只能记住上一步的操作，哪怕隔了一步都非常非常容易忘记，忘记都还好。还有一个问题是它有可能会把文件改破损，所以尽量不要用这种操作。而且这种操作还非常的耗 token， 因为它每一次撤销它都要消耗 token 去计算。所以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get， 我们就发送这个 get init， 然后发送了之后，它就会开始给我们建一个 get 的初始仓库。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有这个 get 的仓库了。然后我们现在再来执行修改，比方说我们现在觉得这个画布看起来有点太亮了，我们就可以跟它说把 V2 改为夜间模式，它就会开始进行修改。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修改好了，我们打开网页之后就可以看到已经改成黑夜模式了，总体看起来就比较舒服，没有刚才那么刺眼了。可以看到我们的命令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在做这种 Codex 项目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理清楚逻辑和思路。如果你理不清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给你写计划，因为他想的会比你想的要全面很多。然后我们再去详细的看这些计划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继续跟他聊，丰富这个计划，这样子做出来效率就比较高。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刚才不是提交了一个 Git 的初始化，我们现在跟他说每一次修改就自动提交这个 commit。好，可以看到它现在就会记住之后修改的每一次文件都会提交一次。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小的改动来测试，例如我们现在把这个左上角的 logo 给它换成苹果的。现在修改好了，我们刷新一下看一下。好，它确实是变成了苹果的这个 logo。所以我们在做编辑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简单，例如我们觉得这里不太好看，我们就把这里改成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直接用自然语言跟他说就可以了。我们如果想要撤回到哪一步，然后我们就复制这个发送给他，我们要撤回到哪里，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 logo 就已经变回到我们初始状态了。如果我们现在反悔了，我们又想要回苹果的，我们就可以让它撤回到这里，我们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苹果的就已经撤回了。这种方式非常非常的快捷。如果你直接自然语言跟他说我要撤回到苹果的这个，他就会开始一直读到底你说的苹果是哪一个，这样子非常浪费我们的 token。 现在这种使用 get 这种方式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在编辑的时候它的上下文的读取的量也比较少，总体就是比较省钱。 Codex 需要讲的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内容不多，但是讲的比较深，也尽量讲的比较详细了。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它有一些什么功能吧。第一个就是它能给你出很多很详细的这个计划，然后我们就可以让它一步一步去分析。第二个就是可以去解决我们的报错，我们直接打开我们项目的文件，
然后跟他说我们现在运行报错，各种报错它都能解决，而且完全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它会自己去运行，自己去解决。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很便捷的用自然语言直接就跟他说我们需要怎么去改页面，怎么去建系统，它就会快速的给我们去建立，总体非常的方便。希望这个教程能启发大家怎么去使用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万能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会出主意的一个军师，并且非常娴熟的程序员。但是出主意跟编程最好是进行分离，因为它思考的链路侧重点不一样。程序它更侧重是你这个程序怎么设计才不会报错，怎么设计这种代码架构。但是我们如果是做策划的话，我们更希望的是整个系统，从系统层面去设计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万能的东西，就是我发送一句话给他，他就能把这个系统给我做得特别特别好，那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次讲的尽量的比较详细了，希望大家能够实操一下，然后做一些非常实用的工具也能分享给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把开源生态做得更好。最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画布的项目，所有的资源我都上传到网盘了，大家下载这个最新版的这个直接下载，然后双击这个启动服务就可以运行了。因为这个文件夹的文件比较多，如果不是网盘会员的话，你保存不了这个文件夹，它会提示你开通会员才能保存这个文件。所以我们就可以下载这个无会员的压缩包，我们下载之后自己解压一下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压缩包的日期比较早，是8号的。我们运行了这个程序之后，就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一个这个更新，我们点击一下可以更新到最新版的25号的，它是修复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每次更新的内容也会展示。然后我们点击测试连通性，哪一个效果更好，它就会推荐哪一个。我们也可以自己手动切换，国内的话就用 ModelScope 就比较好。然后点击开始更新，就会直接给我们更新到最新版本，所以下载哪一个版本都无所谓。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采集工具，这个有一个离线版本的跟一个在线版，在线版我已经上传了，我们最好还是直接点击在线版的安装，这样方便我们后期版本的更新。然后就是 PS 的插件，我们可以看图片是安装哪个位置，然后是从哪里去打开这个工具。我们现在也简单的讲一下怎么安装。我们下载了之后，我们找到我们的 PS 的安装目录，推荐2022及以上的版本，例如我们现在是安装在2023里面的，然后找到这个 plug， 然后我们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我们重启一下 PS 之后，我们在上面的这个增效工具就可以看到这个画布工具，我们打开之后把它拖放到这个侧边栏，下一次打开就比较方便，就可以在这里直接调用。使用也非常简单，我们可以直接把网页上那个画布的地址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点击连接，最好可以点击一下刷新，因为 PS 有一些限制，它的刷新有一些麻烦，所以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刷新，然后我们双击就可以下载里面的图片，我们同样也可以上传图片到这里面，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些素材，我们都可以双击下载。然后这里有生成，我们可以使用 API， 使用 ModelScope 或者是使用其他的，跟在画布里面使用是一样的。这里加入画面就是加入当前的这个图层，例如我们现在当前图层选的是这个，我们点击一下，好，这个鸟就已经加入进来了。然后我们输入一个提示词就可以进行编辑。比较推荐的就是使用这个 Agent 的功能，我们也可以生成一只猫之后，点击这个上传，保持这个猫不变，改为16:9，然后它就会给我们改成这个16:9的尺寸，总体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我们就不用在画布里面生成好了之后再往 PS 里面粘贴，这种效率就相对会比较高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做这种框选编辑的功能，后期我会去更新这些功能，上传到网盘，到时候也会录视频。不过最近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优化那些东西。我们也看到了，虽然说现在的这个画布功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但是总体这种连接方式你还要人去思考，相对的不是特别方便，而且整体的页面是比较素的。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个升级之后，就会实现这种 Agent 的功能。
这种功能不仅是我们设计可以用，例如我们也可以发给运营，然后运营也不需要学习任何的这些连线技巧，你就可以直接说话就可以生成这些想要的效果，而且完全不需要考虑报错的问题，它会自己去纠错，自己去尝试，预计可能还需要2周左右才能开发好。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一下。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